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吧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。厌恶至极的回复：请男人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：半夜绝对偷偷进你屋，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。只见可视门铃下，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地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居然有人要悬赏1000万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1小时前，刚下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小美的电话，让我赶紧上网搜索下自己的名字，有人在网上恶搞我。于是我赶忙回家，搜到了这么一篇悬赏贴，有人出1000万要在30日的0点之前杀掉我，甚至还把我的名字、田语以及个人隐私曝光在网上。这难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恶搞我吗？但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一阵恶寒，拿出电话赶忙打给了男友。可电话响了很久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回拨了小美的电话，她也在尽力安慰着我，你别太在意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虽然我迎合着，但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，这万一有人当真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帖子上有我所有的信息，我抱怨着跟小美讲，我男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不回。听到这，小美还是仗义的说，等他20分钟，他这就来我家陪我。这时候时间已经是11点20，期间我并没有放弃给男友打电话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没人接。在时间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摩托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拉开窗帘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昂着头朝我这边看来。我被那诡异的眼神惊到，赶忙关掉了所有灯，无助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。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小美。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可没想到听到小美颤抖的声音，小雨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但是我看到你家阳台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，你快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一瞬间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也意识到家里肯定不能待了。我跌跌撞撞跑到了楼下，看到了在楼下等我的小美。来到她车上后，我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阳台上真的有人影吗？是呀，还好你下来得快。下一瞬间，小美赶忙启动了车子，但顺着后视镜，我仿佛看到小美诡异的笑了。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身上，男人叫高飞，是一个沉迷网游的宅男。晚上正准备倒垃圾的他，在垃圾桶上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，
找到3个道具来救出公主。再看到上面还有地图提示，高飞想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玩一玩，好奇到底在耍什么花样。高飞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，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钱包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玛尼，心想着这下赚了。不过当他拿下钱包后，公交站牌上又发现了一个纸条，恭喜玩家获得了金币，并且继续附带了一个新地图，来到了下一个地址。高飞在公园的椅子上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纸条上的内容是恭喜玩家获得了魔法戒指。就这样，玩上瘾的高飞又找到了一把勇者之剑，其实就是一根撬棍，但这次地图上居然出现了公主的位置。既然都玩到这里了，那高飞自然不会放弃。顺着地图，他来到了公园的地下通道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吗？于是高飞右手拿着撬棍打开了袋子，但下一瞬间，高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，眼前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。几乎是同时，在通道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人，还没等高飞解释，女人大喊杀人了，慌忙的逃跑并拨下了报警电话。高飞看着女人的背影，习惯性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可结果发现手上都是血，显然是撬棍上的血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拿出了钱包，看到里面的证件正是开头和同事走的田雨。故事到此结束。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，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，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，真是不多了。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，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。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！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，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，是哪位？啊，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打算报警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。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。难道是？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
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你听过电梯游戏吗？听说这是去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。而我最好的闺蜜小圆，正是因为玩了这个游戏被困在了另一个世界。现在我正准备去救她，我一个人来到了教学楼漆黑的1楼电梯口，按步骤，先按了去往4楼的按钮。电梯来到了空荡荡的4楼，很快关上了电梯门。我继续按步骤操作着，就这样电梯到达了10楼。终于接下来要去5楼，我内心不由得紧张起来，心想会进来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到达了5楼，只见门缓缓打开，等了好久也没见人进来，我下意识就对这个游戏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，心里默念着对小圆的歉意。就这样，电梯门缓缓关上了。可就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刹那，突然一只惨白的手从外面伸了进来，死死抓住电梯门。我顿时被这眼前的一幕吓得双腿发软。随着那手的阻挡，电梯门也缓缓打开，我慌忙把头低了下去，半眯着眼，只见走进来的那女人身穿连衣裙，且有着一双惨白的腿。随即那女人忽然问了句：“你要去哪？”刚准备回话的我突然想起了帖子的内容，千万不要和她说话。我始终保持着沉默，可就这时，她忽然朝我走了过来，渐渐地跟我挨在了一块。好奇的我极度想看下她要干嘛，就不由自主地睁开了眼睛。此时我才看到她的脸庞完全被长发遮住，就像电影里的贞子，搭配昏暗的电梯灯光，那氛围恐怖极了。突然我想到了帖子的内容，就吓得赶紧又闭上眼睛，心想接下来肯定要完了。但奇怪的是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没见那女人攻击我，也没有听见她的声音。就这样，我慢慢地移动到了电梯按钮处，按了1楼，电梯开始往上升了。按帖子里的说法，此刻我正在进入异世界。终于，电梯升到了10楼，还没等电梯门完全打开，我就早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。可我刚迈出电梯1步，一只冰冷的手搭在了我肩膀上。你要去哪？来不及多想，我一把推开了他，我慌忙从中跑了出来。当电梯门完全关上的那一刻，电梯里却传来了一阵阴森的笑声。我也没有在意，就着急地往厕所方向跑。可来到厕所后，我找遍了每个坑位，仍没有发现小圆。正当我纳闷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小夏，原来你在这。”这声音很明显是小圆。我兴奋地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他，就忍不住要上前去给他个拥抱。但正当我想过去时，忽然手机响了，电话竟然是小圆打来的。电话那头的小圆很焦急：“小夏，你来了没有？”瞬间我陷入了恐惧中，那眼前的这个小圆是怎么回事？现实世界的那个小圆又是怎么回事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眼前的小圆就冲我笑着走来，我吓得慌忙逃出厕所。当我刚出厕所时，忽然撞到了一个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小圆。此时我也分辨不出真假，就扒开他继续往前跑。可刚跑出去没几步，就听到后面传来了打斗声。回头一看，才发现2个小圆扭打起来。只见一个小圆手持拖把朝着另一个小圆打去，但那个小圆好像若无其事一样。这时，手持拖把的小圆忽然回头对我说：“别看热闹了，小夏，快来帮我！”我瞬间意识到，这个手持拖把的小圆才是真的。终于，在我和小圆的努力下，顽强的假小圆还是倒了下去。小圆见我累得气喘吁吁，就问道：“小夏，你没事吧？”“哎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危险，就不该让你也过来的，对不起了。”“没事儿，找到你就好。”拥抱后，彼此心中的恐惧逐渐退散了不少。回到异世界的宿舍后，小圆就和我说起了遭遇。异世界太危险了，咱们还是趁早离开这吧。万一那个假小圆醒了，咱们怕是都活不成。不会吧，他应该短时间醒不了。你可别忘了，这个异世界还有另一个我呢。他要是也突然回来了，咱俩也危险。放心吧，他现在也睡得正香呢。难道你已经遇到了异世界的我了？他点了点头。对了，你男朋友小帅呢？不是跟你一块来了吗？说到这儿，只见小圆叹了一口气，突然哭了出来。原来，当小圆和她男友乘电梯到达5层时，那女人就上了电梯。从她进电梯的那一刻起，小圆2人就明显感觉到阴冷了许多。小帅吓得紧紧贴在电梯边缘。紧接着，电梯很快来到了10楼。忽然，小帅一把将小圆推向了那女人，自己飞快地跑出了电梯。那女人将头紧紧贴近小圆，说了句：“你要去哪？”小圆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惊慌的她连滚带爬的终于逃出了电梯，一直跑到走廊厕所才停了下来。那女人也没有追上来，但她并没有为自己的顺利逃脱感到庆幸，反而因为小帅的抛弃觉得很寒心。于是她就准备自己一个人回到原来的世界，但走了一半才忽然想到自己并没有把这个游戏当回事，所以并不知道回去的方法。无奈的她只能悄悄地躲进厕所里，准备搜索下回去的方法。但因为这里是异世界，所以根本上不了网，这才尝试着给我打电话。但幸运的是真的打通了。可没过多久，她却听到了厕所门外有人喊自己，那声音很明显是我的。但小圆知道真正的我此刻还在原来的世界，眼前的小夏绝对是异世界的，就没敢回应。可
可门外的小夏正一个个门找过来，最后还是开到了小袁所在坑位的门。小袁在惊吓之余，拿起了旁边的扫把，经过一番激烈搏斗后，贾小夏倒了下去。为防止被异世界其他人发现，小袁就拖着贾小夏藏在了楼道。恰巧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听到厕所的声音，再然后就碰到了我。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随后我俩便来到了电梯口，准备回到原来的世界。按照帖子上的方法，我们按步骤操作着。可当经过8楼时，却从电梯外传来了吼叫声，那声音很明显是异世界的贾小夏发出的。看来他醒了。当电梯来到10楼后，门刚一打开，突然就进来了一个人，这人正是小帅。小袁见后顿时一惊，正想说话，却忽然把脸转过去，但眼前的小帅却甚是狼狈。可能小袁出于怜悯，竟然走了过去安慰起小帅。可小帅突然惊恐地盯着电梯门，慌忙说：“快快关上电梯！”我就赶紧关上了电梯门，接着来到了5楼，心想着终于又到了惊心动魄的时刻。随着电梯门的打开，我们心跳不断加快。我再三嘱咐小袁他们，电梯开门后千万不要看那女人，更不要和她说话。但电梯门开后，等了些许还没见有人上来，我就慌忙按起了关门按钮。但此时门好似失灵了，我努力地按着，但门仍然没关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忽然吹来了一阵冷风，我们猛地一哆嗦。随后我隐约看到有个穿红衣的女子正快速地朝这边飘来，眼看那女人越来越近。此时的我心中百般无奈，寻思这下绝对完了。可正这时，忽然小帅的手伸过来，按上了关门按钮，门竟然奇迹般地关上了。门外那女人刚准备进来，就被卡在了门外。这时电梯显示正在下降，由此可见，我们正在返回原来世界的路上。小夏，我们现在这是要回去了吗？应该是。你们记住，等到了1楼电梯门打开时，咱们要立马就冲出去，千万别停留。终于门开了，我们有惊无险地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只是让我不理解的是，小袁最后还是和小帅和好了，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我居然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，而凶手似乎发现我了。在电梯即将关闭的刹那，忽然一只手伸了出来，我紧张地向后退了2步。不好意思，我的时间快来不及了。原来是外卖员，他头上戴着黄色头盔，手里拎着一袋外卖，但他的眼睛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，我的心里隐隐不安。电梯缓缓上升，等到了3楼的时候，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那个外卖员并没有按楼层。4楼到了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可我的腿却像灌了铅一般，根本挪不开步。外卖员带来的压迫感几乎让我窒息。你的楼层到了。外卖员低沉地提醒我，随即他的手伸到了前面，我吓得险些尖叫，身子不自觉地绷紧。下一秒他按了数字5，又把手缩了回去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假装镇定地走出去，却一直徘徊不前，直到电梯门完全关上，我才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第2天，我刚下班回家，急促的警笛声响起，小区里又出事了。昨天和我说话的邻居昨晚被杀了，凶手伪装成外卖员敲开了他家的门，他在报复目击者。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？我害怕的心都要跳出来，瘫在床上用被子裹紧自己，还觉得寒气不断地侵蚀5脏6腑，这一切太可怕了。电话不合时宜的响起，太过紧张的我忽然手一滑，手机掉到地板上。我弯腰低头捡手机时，恐惧从血管迅速涌上我大脑。手机背后的镜面上赫然出现一张模糊不清的脸，那张脸就藏在我床底下。我惊骇地瞪大眼睛，身子微微颤抖。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，我佯装若无其事地接起了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是快递啊。好的，我这就去取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出卧室，心却像是在刀尖上狂跳。走出家门后，我一路狂奔，冲下了楼，鞋子都不知何时跑丢了一只。警察来我家里进行了搜查，可男人已经逃匿。根据床下的灰尘痕迹显示，曾经的确有人躲在这里。我不想死。我欲言又止，最终还是没敢把之前看到凶手的事情说出来。家里是不敢待了，我只能跑到了表哥家去借宿，这也让我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。第1晚睡得格外香甜。第2晚，我正打算睡觉，业主群里突然发来几条消息，我放松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用力握着手机。听说保安老刘被人杀了，这种事可不敢乱说，最近咱们小区人心惶惶。接着一张图片被发到群里，老刘仰面躺在地上，满头的血迹，眼睛瞪得格外圆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我吓得直接将手机扔在沙发上，因为老刘竟躺在我家门口。这绝不是偶然，凶手其实想要除掉的是我。这个念头让我毛骨悚然，我一阵眩晕，浑身止不住地颤抖。我赶紧反锁了大门，又把窗帘拉好，尽管这样，还是浑身发抖。用力的敲门声让我的心脏漏了好几拍，我下意识地看了时间，晚上11点，空荡荡的房间里，这诡异的气氛让我汗毛竖立。我用手捂住耳朵，企图将敲门声屏蔽。手机突兀的响起，是表哥打来的。我慌得吞了吞口水，瞄了一眼门口，迅速按了接通键。喂，怎么不开门啊？睡着了吗？我没带钥匙。我起身向门口走去，但凶手带来的阴影让我小心翼翼地趴在猫眼上向外看。走廊里空荡荡的，
只有表哥无奈地站在门口。看清他的脸后，我稍稍放松了警惕，将门打开一道缝。表哥还没来得及迈步，就被一个黑影揪住头发，一刀割喉，直接栽倒在地上。随后，一只戴着黑色手套的手猛地伸进门缝，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赫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正轻蔑地看着我。那个凶手真的找来了！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用力推着房门，可怎么也关不上。男人一把揪住我的头发，对准我的脸狠狠地甩了一耳光，天旋地转间，一把冰冷的刀刺向了我的心脏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捂着心脏的位置，那痛感还在，我疼得吸了一口凉气。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，不宜有大幅度的动作。一个医生模样的女人说。此时我才留意到自己正在医院里，周围站着警察和医护人员。凶手抓到了吗？我紧张兮兮地问。一名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。我们赶到现场时，凶手已经逃走，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。我哥呢？他人没事吧？我望着他们，眼睛里写满了期冀。宋女士，很抱歉，他被凶手当场毙命，请节哀。听到这个噩耗，我失声痛哭。能活下来实属侥幸，因为我的心脏在右边，凶手刺穿的是左边。看着之前的那个刑警也在，犹豫再三，我最终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包括凶手的长相告诉了他。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听完我的话，警察激动地问。我太害怕了，我不敢。我特别愧疚地小声解释。真是糊涂，如果当初你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悲剧发生。的确，那个女孩遇害时，我们都选择了装聋卖哑，不敢报警，也没人去作证，这才让凶手逍遥法外，更加猖狂。我们不仅是受害者，更是命案发生的帮凶。在我提供的证据下，警方很快就瞄准了犯罪嫌疑人，他终究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而我因为自己的懦弱，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。糟了！你有本事出来！你是不是活够了？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了。自我搬进来之后，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活着，家里的大门早已经千疮百孔，真不知道他还能挺多久。小冉，你怎么又惹到那个神经病了？看到隔壁李姐的消息，我颤抖着手回复着，我真的已经很小心了，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外终于安静了下来。我茫然地畏缩在被子里。原本刚租这个房子的时候，我还隐隐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，直到一条好友申请从此打破了我的宁静。你好，我是住楼下的，有事情找你。看到是我楼下的女邻居，秉着邻里间友好相处，我很快便通过了她的申请。你好，401租户，有点事情麻烦你。我平时晚上睡觉比较早，麻烦你晚上的时候动静稍微小一些，不然会吵到我。看到邻居发来的消息，我隐隐有些抱歉，我最近晚上加班回来都比较晚，所以洗漱收拾完上床也得12点多了，不好意思哈。那我之后注意点。看到他不再回复我的消息，我微微松了口气，可没想到这种日子才刚刚开始。麻烦你晚上洗澡洗快点，水流声吵得我睡不着觉。我刚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又收到了楼下邻居的消息，我忍不住皱了皱眉。自从他加了我之后，我已经换了静音拖鞋，连手机一到晚上都调成了静音模式，生怕吵到他。可无奈下，我还是回复了句好的。想到有一次因为我没回复他，他竟然没一会儿就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，我悠悠叹了口气，突然有种想搬走的冲动，可因为囊中羞涩，生生忍了下来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他因为我的退让竟然得寸进尺。这天中午我在做饭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叮叮咚咚的。我擦了擦湿漉漉的手，看了眼加了隔音垫的切菜板，顿时不再好气。我在切菜，有问题吗？就是让你动静小点。我看了眼他的话，想到这些日子他日复一日的消息提醒，顿时也生气了。切菜也不行吗？现在是中午吧，我不要吃饭的吗？可是你吵到我了，没有人规定中午不能吃饭吧？我也没说你不能吃饭啊，这不就是让你声音小点吗？你至于生气吗？我气得脸色通红，刚想反驳他，然而他接下来说的话让我顿时怒火中烧。快闭嘴吧！搬过来这么久了，没一天消停的，走路声特别响，危害社会不说，险些我都神经衰弱了。你不就是个租户吗？你自觉点，别让我每次都提醒你。我顿时眼泪溢满了眼眶，忍让他已经让我每天耗尽了精力。手机还在叮咚叮咚地发着消息，但是我也没心思再看。我本来就是个懦弱的人，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惹人不高兴了。我再次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只希望他听不到动静了就别再给我发消息了。直到晚上我洗完澡，一阵砸门声响起，我吓得直接睁大了眼睛。谁啊？我大吼了一声，门外没有人说话，但门一直被人砸得砰砰作响。我急忙跑到了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只见一个男人怒气冲冲，一直在砸我家的门。你是谁？你不说话，我报警了。我的声音中都带着一丝颤抖，不断吞咽口水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开门！你再吵，老子就弄死你！一道带着怒意的男声伴随着砸门声响起，我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，着实被他的行为吓到了，颤抖着手赶忙报了警。
警察到的时候，楼下的人已经回去了。我哭着打开了门，邻居李姐听到动静也跑出来帮我说了几句话。在了解事情经过之后，便带着我们上门做了调解。看着楼下301的男人客客气气面对警察的样子，我感觉刚刚经历的一切似乎和做梦一般。但同时让我疑惑的是，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他家的女主人。看着他再三保证之后，我才回到了家，但是也就消停了几天。紧接着又开始肆无忌惮的砸门，保安、物业也来了不知道多少次，但依旧没有作用。直到最后，我还是无奈的搬走了。如果你也遇到这种邻居，你会怎么办？这是一段我在加州留学时候的经历。那天我和男友一拍即合，准备去山上露营。我们到地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升起篝火后，我们就坐在帐篷外边，一边喝着酒，一边吃着披萨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注意到男友身后的荒草丛中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因为附近的草比较高，映着月光看去，就像是一张笑着的脸隐在那边。因为我本身有点近视，又想到附近这么荒凉，也不太可能会有人，怕破坏了气氛，索性就没跟男友说，继续喝着酒和男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，但眼睛还是会时不时瞥向那个位置。10几分钟过去了，那个东西一动没动，我心想着可能是挂了个气球或者什么的，所以干脆就没太放在心上了。不久我们就一起钻进帐篷休息，聊了会儿天后就决定要睡觉了。我也习惯性的和男友说了晚安，男友还半坐着身子在那整理帐篷的边角，没来得及回话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也回了一句 Good night。 我确定我没有听错，那个声音就在我旁边，是从帐篷外传进来的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眼睛看向了男友，男友也愣在原地，脸色苍白地看着我，随后就用口语示意我，那意思是你听见了吗？我也惊恐地马上点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，心砰砰直跳。我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刚才在外面绝对不是近视眼看花了，而是在黑暗中一直有个人在盯着我们。我一把就拉住了要出去的男友，眼神示意说别出去。直觉告诉我，外面那个人肯定不正常，我怕男友受到伤害。我俩谁也没说话，就那么静静地坐在帐篷里边，支着耳朵听外边的动静。外边除了呼呼的风声，就再也没有其他动静了。坐了10几分钟之后，男友终于熬不住了，大叫了一声说谁呀，然后猛地起身出去了。我也紧随其后，发现外边空空荡荡，就不知道那个人是走了还是继续又躲在了草丛里边。男友拉着我说这个地方不能待了。随后我俩带上手机和重要的东西，连帐篷啥的都不敢收了，直接就上了车。男友开车的时候还紧张地跟我确定是不是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我忍不住透过后视镜望了过去，黑暗中那个人就站在车后不远的地方盯着我们。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喂，请千万不要回应，否则他会将你取而代之。这是一份手机的使用指南，请牢记以下内容，或许它能救你一命。1. 如果你的通讯录里出现了陌生人的名单，请立即删除，这很可能是他留下来的狩猎暗号。2. 千万不要安装任何不知名的应用，否则我们无法保证你的安全。3. 如果你和别人通话时，声音突然变小，伴随着杂音和电流声，那是他在监听你。4. 不要点任何奇怪的链接，相信我，你绝对不想看到里面的内容。5. 如果有陌生的号码打进来，请不要接听，因为他很善于伪装。6. 如果你的手机总是黑屏，随后又恢复正常，这很可能是他在观察你，在他眼里，你一览无余。7. 如果你拨通了自己的电话，听到的是陌生的声音，请千万不要回应。8. 最后一点需要提醒你，不要把手机借给陌生人，不然你的下场绝对会很惨很惨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
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撞击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打砸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，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别碰我！”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2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。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而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“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：“进来了这个地方，
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“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”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